女人的一时大意让自己陷入了万劫不复。深夜独自在家的她去车里拿东西时忘记锁门，回来后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窸窣声。丹尼连忙警惕地打开孔窗进行查看，果然有个头戴帽衫的独眼男人站在门外。对方声称刚刚看到他出门时有人溜了进去，让其赶紧开门放自己进去检查一番。丹尼怎可能如此轻信陌生人的话，边后退边敷衍着朝空气询问了一句 Is there someone here? I'm gonna answer you. Is there someone in here?这下男人也明白对方根本不信自己，情急下直接激动地拍打起来，而此举更让丹尼感觉对方不怀好意，称如若再纠缠他就报警。可男人听后却立马同意让其赶快打电话，这下反倒给丹尼整不会了。只因此时手机并没在乌尔士落到了车里，但对方焦急的神色也不似作假，半信半疑的他就这么被说动打算开门，却不知这一决定将让其后悔终生。很快丹尼惨遭杀害的事就上了新闻，而所有人都怀疑此事是阿伟所为，只因他刚从精神病院出院不久。丹尼的丈夫雷哥更是他的主治医师，可诡异的是案发后不久嫌疑人竟也惨死家中，此事也就此彻底成为了悬案。但死者的双胞胎姐姐却发誓要查清一切。安娜虽为盲人，但却继承了家族通灵术，她能通过死者遗物窥探其生前重要记忆。很快安娜便通过触摸一眼获取了阿伟视角。原来当时丹尼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开门，没办法，阿伟只能让他站到门口戒备，如果有情况也能立马开门逃跑，而他则迅速离去寻找警察帮助。虽然安娜知晓了对方并不是凶手，但仍无法凭此得知真相替妹妹报仇。可她不光是通灵者，还是位灵异物品收藏家。安娜决定借助这些灵异物品解决问题。此时马上就快到丹尼的周年祭，他以此为由将雷哥邀请了过来，称到时想去他那祭拜一下妹妹。虽然雷哥对整天神叨的大姨子不太感冒，但本着尊重原则还是欣然答应，顺便还调侃他又弄了什么新奇玩意。安娜连忙兴致勃勃地介绍起手中的镇店之宝，称有个服务员意外惨死于酒店，亡魂也因此附着在自己最常用的门铃上，只要有人按响了这个铃，亡魂就会出来作祟，直至按铃之人身亡。雷哥听后却有些嗤之以鼻，连忙找个借口离开了此处。而感受着离去身影的安娜却若有所思，她始终怀疑妹妹离世后便迅速找了新欢的雷哥。另一边搬入此处的朱莉也感觉住得不舒服，因为工作原因雷哥时常加班到很晚，这让其不得不独自生活在这栋阴森的豪宅中。可这天熄灯后，朱莉却看到走廊中站着道鬼影，她吓得连忙将灯重新打开，但那道鬼影却已消失不见。雷哥听后认为是他睡眠不好导致的，可下一秒朱莉就拿出了证据。为了证实豪宅有异常，他特意将相机设置了定时拍摄，没想到还真拍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，但雷哥依旧认为那只是照片的过度曝光。朱莉听后也不想再与其争论，强烈要求最近先回自己家住。可就在准备离去时，却看到安娜竟不请自来。面对二人委婉表示打算出门的想法，安娜称可以独自在此等待他俩回来。不光如此，他还带来个古怪的大箱子，可里面的东西却让人感到毛骨悚然。安娜解释这是珍贵的家传宝物，自己也无法看到，所以想赠送给他。上班即将迟到的雷哥也没多想，让朱莉帮忙照顾对方后便迅速离去。可他一刻也不想在这阴森之地多待，收拾好行李就打算直接离开，却猛然看到箱子里的东西被拿了出来。看着那面容恐怖的木质雕像，朱莉更下定了赶紧离去的决心。但此时却发现车钥匙怎么也找不到了，没办法，他只能和对方一起等待雷哥回来。而这一切都是安娜的计谋，她想弄清楚是不是对方杀害的妹妹。很快通过谈话得知朱莉是一家制药公司的销售，虽然以此认识了雷哥很多年，但是在丹尼去世后才走到一起。安娜并没轻信对方的一面之词，她先将自己会通灵术的事告诉了朱莉，接着便开始讲起丹尼被害当晚的情况。她白天通过接触妹妹遗物已得知了案发经过，原来丹尼的确被阿伟的惊悚言论给吓到，但四处检查后却并未发现任何异常。这时他突然想起相机设置了定时拍摄，连忙拿起来钻入帐篷内仔细翻看。没一会儿镜头中就出现了毛骨悚然的一幕，竟真有人趁机偷偷溜了进来。但此时确认这个消息已为时已晚，下一秒一个头戴面具的怪人就出现在眼前，只见其拿着锤子饶有兴趣地蹲下身子。最终丹尼的结局已无需多言。 If he didn't kill your sister, who did?安娜称通过阿伟记忆可以确定凶手就是精神病院的护工老马，而此时对方也恰巧正跟雷哥谈论着安娜。老马试探着称最近路过一家古董店时正好看到了他，双胞胎的模样差点将自己给吓死。可还没等雷哥解释，电话就打了进来。原来安娜的话让朱莉以为遇到了精神病，赶紧趁对方睡着时偷偷打给男友。但雷哥听后却察觉到一丝不对劲，安娜从未去过医院，却能准确说出老马名字。他连忙安抚朱莉，称自己马上往回赶。可挂断电话后的无意一瞥却瞬间将朱莉吓了一跳，手机也随之掉落，摔了个粉碎。那牧人刚刚竟抬头望向自己，以为看错的他赶紧小心的再次探头查看，发现人偶造型如之前一样端坐在桌子上，但朱莉仍对刚才的一幕感到困惑，连忙上前仔细研究起来。他警惕地检查了牧人那夸张的大嘴，发现里面并无奇怪的东西，可随即便看到脑袋上有几个小洞。朱莉尝试着抠了抠，指尖果然传来某种触感，他连忙找了把剪刀将东西夹了出来，竟是颗不知何人的牙齿，而另一个洞里更是掏出了一小瓶血液，看着就像是某种邪恶的祭祀。Put them back!
Now. 虽不知为何身为盲人的安娜能感觉到，但在其怒吼下，朱莉还是乖乖将东西放了回去，随即连忙上楼离开这古怪之地。为了报复，还顺手将大厅灯光关闭。所幸黑暗并不影响盲人的行动。只见安娜缓缓坐到牧人的对面，接着摆出个跟对方一样的奇怪造型。另一边，朱莉越想越觉得诡异，赶紧掏出相机翻看起丹尼以前的视频。可下一秒，毫无防备的她直接将相机扔了出去。惊魂一幕下的朱莉连忙跑下楼，接着边盯着楼梯边轻声呼唤安娜，这才发现不知何时对方竟再次睡着。下一秒，朱莉紧张地上前将箱子掀开，竟发现一直找不到的钥匙就在里面。她连忙驾车逃离了这恐怖之地。不久后，雷哥终于赶回家中，发现房门大敞四开，屋内漆黑一片。他谨慎地拿出电灯走了进去，没一会儿便找到了跪坐在2楼的安娜。Yanna's not answering her phone. Where is she? Danny frightened her off. 原来之前的幻想都是安娜在搞鬼，目的就是为了赶走毫不知情的朱莉，继而专心对付残害妹妹的雷哥二人。原来动手之人的确是老马，但幕后黑手实际上却是雷哥。那时他也爱上了朱莉，可离婚的话必定会被分走大量财产，所以才铤而走险，重金雇老马动手。但二人不知道的是，这番对话却被隔壁的阿伟听得一清二楚。听到这，雷哥终于慌了神，可他仍不相信对方所说的通灵之事，只认为是某个环节出现问题，从而暴露。迅速冷静下来的雷哥称，既然如此，他现在立即就去将警察和老马都找来当场对质。笃定的态度反而让安娜有些不自信，只因他是通过记忆片段串联起了一切，不敢保证其中某些地方可能会有疏漏。看其犹豫的表情，雷哥终于放心下来，连忙将自己的手机放在这，称找到人后会打过来通知他。接着直接慌张地离开了此处，随即回到医院后赶紧质问起老马，可对方却称从未跟任何人提起过。但此时雷哥已不关心是如何走漏的风声，当务之急是赶紧解决掉安娜。没一会儿，不远处的手机便响了起来，安娜连忙站起来准备去接，可眼盲的她却不知正前方有个大洞。原来雷哥故意留下手机，就是为了让安娜主动踩到机关上，这本是他为了谋杀丹尼所准备的，但因被发现后来才改变了计划，没想到最终却用在了安娜身上。下一秒走上前的他便一脚踩空摔了下去。不久后，老马就再次被派来收拾残局，很快他就看到了地上机关和躺在血泊中的安娜。老马让雷哥放心，自己会处理好一切。可此时濒死的安娜却缓缓举起手，嘴里还默默念叨着什么。老马见状也没在意。It's nearly over. 可就在他准备下楼时，却突然看到牧人的造型好像发生了变化。老马见状连忙下楼查看，发现牧人已从凳子上消失不见，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感觉拐角处好像有道黑影。下一秒，那牧人竟在安娜的控制下活了过来。诡异状况直接给老马吓傻，只能连滚带爬的朝楼上逃窜。但狭小空间使其很快便被逼到角落。看着那缓缓逼近的牧人，老马只能跨过栏杆从2楼翻了下去。虽然此举暂时躲过了追杀，但也让他摔断了腿，彻底无法逃跑。可就在绝望下即将被牧人干掉时，安娜却再也坚持不住，渐渐没了呼吸。死不瞑目的她后悔听信雷哥放跑了对方，不但没能亲手报仇，反而搭上了性命。可恶贯满盈的二人真的能逍遥法外吗？胡言乱语的老马最终被雷哥当成精神病关进了医院。因为放心不下的他当晚也赶了过去，不但处理了尸体，还放火烧掉了牧人。可直到烧毁那东西都未表现出任何挣扎。害怕事情败露的雷哥打算永远将老马困在此处。而几天后，他在家中收到个快递，原来安娜也为自己做了个备用计划。虽然这个计划有些不可控，但很明显雷哥就是那个不信邪的犟种。他怀疑安娜此举就是想让其相信鬼神之说，从而使自己余生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。想到这，雷哥毅然决然地按下了门铃，随即连忙紧张地四下张望，但看了半天周围也没出现任何异常，他这才放心地自嘲起来，却没看见此时身后正站着道鬼影。